今天我们来看的怪兽是由 NFC Studio 出品的加坦极恶迪迦奥特曼里面的 BOSS。这一款的原型出自于 CCP， 全长60厘米，高度26厘米，十分的巨大。所以收到快递的时候愣了一下，它这一个包装箱太过于巨大了。玩具箱外面是一个印有图案的封套，取下封套之后，可以看到里面的箱子是被双面胶粘住的，需要小心一点把它给撕开，然后才能打开盒子。打开之后可以看到里面有一张玩具的说明书，玩具本体是被这一个上下盒的泡沫海绵给紧紧的包裹住，所以说稳的一批。注意它这一个上盖板里面呢还有2块海绵需要抠开，里面还有一根触角，还有一个钳子。这样的话电上主体一共是有3个分件。然后我们取出主体，把它的6条腿都给掰下来，触角直接装就可以。它这一个钳子呢，你需要把它给掰正，它是为了方便收纳才掰直的。这里挺紧，建议上一下凡士林什么的再装。正因为它的尺寸如此巨大，所以说我感觉搭配真骨雕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来，让我们感受一下迪迦的第一视角。虽然体型很大，但是它毕竟不是实心的嘛，所以说体重不会太夸张，是1206克。在剧里面，它半截身子埋在海里面，没有看清楚它的全貌。可以看到长尾巴、6条节肢动物的腿、4个钳子，然后还有一个大海螺壳。这不会是一个寄居蟹吧？这样一想的话，它后面这一个水灵灵的小尾巴看着肉感不错呀，想吃。然后它这怎么前面还有一双是跪着的腿呀？难道是为了收纳皮套演员真实的腿吗？这样一看，它的质感确实是挺逼真的呀。除了那肉肉的大尾巴，还可以看到它的壳底下呢有一圈海带，应该是老了黄了吧，看着不好吃了。不过它这个触角感觉应该挺好吃的，全是肉。然后它的材料偏软一些，所以说像这种细长的东西呢会比较有韧性。相信大家对它最深的印象就是它的头是倒着的吧？这样看这个头不是一般的丑呀。来，我们把它倒过来，让它的脸正过来看一下效果怎么样？感觉这最顶上像是2个牛角呀。然后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它的细节，除了 NFC 出品的品质确实是做的不错，非常的还原之外呢，还要归功于 CCP 的原造型涂装确实做的很顶，只不过太贵了嘛，4万多日元，而且还炒得起飞。而且还有一点比较恶心，就是光过去的 WF 展，它也是上了限定配色，不光丑，而且还死贵，最重要的是就限量50个逗猴呢。而普通版是今年3月份出货的 ，NFC 呢今年8月份就把它给还原出来了，这速度真的是快呀。不过很可惜，它的眼睛没有发光机构，这样的话538一个，大家觉得如何呢？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可动性，嘴巴是可以打开的，最上面有限位，它的嘴巴就不会耷拉下来了。你还别说，口腔的肉感做的不错，而且牙齿也很健康，比我强。然后它的4个钳子呢也都是可以钻动的，钳子的肉确实是多呀。如果说我们平常吃的螃蟹、龙虾也是有4个钳子就好了。左下角的这一个长钳子呢是分为3节的，除了最末端的可动之外，还可以看到呢它在中间以及最头上也是各有一段可动关节的。最后就是它的6个小角角嘛，也是可以360度旋转的。可惜资金有限，咱整不了闪耀迪迦，只能拿一个特例加来平替一下了。虽然闪耀只是加了一个特效而已，但人家确实是帅呀。然后我帮大家试了一下，这4个钳子呢都是可以加注 HF 的奥特曼的。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同时迫害特利迦、迪迦以及利布特了。还有一个钳子要迫害谁好呢？毕竟要不是当年奥特曼借走了我的光，我也不至于前途一片黑暗呀，你说是吧？好的，以上就是这一个 NFC 加坦杰厄的情况。综上所见，搭配真骨雕迪迦的话，这一个版本呢仿佛是最佳选择。当然，你如果说有实力的话，还是尽量上一下正版，只不过二手都要4000多，是过于离谱了。这样的话就显得 NFC 5张多确实是有性价比了，至少可以让我不太困难就圆了我一个童年梦。